朋友们好，我是佩塔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既环保又经济实用的园艺方法，那就是如何将多次使用过的盆栽土添加8种植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，将其转化为有机超级盆栽土。由我的太太杰尼来担任解说。我们将老的盆栽土收集起来，尽管这些土壤已经被多次使用过了，但它们仍然具有价值，只需要经过一些简单的处理，到了下一个季节就能变成有机的超级盆栽土了。将老的盆栽分别倒出来，取出原来用于堵住盆底流水孔的小石块，将寄生在盆栽土中的各种害虫找出来，弄死它们，使它们成为盆栽土中的有益元素，变害为宝。把土壤中残留的植物根系、根瘤等清理干净。接下来，我要在旧的盆栽土里添加8种新的营养物质了。第一，添加的是鸡蛋壳，要把鸡蛋壳弄细碎后再添加到土壤中，这样碳酸钙更容易溶解，释放出钙离子。鸡蛋壳其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碳酸钙。钙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，而碳酸钙则是提供植物所需钙元素的来源。第二，添加的是腐熟的咖啡渣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有机肥料。咖啡渣的主要作用是为植物提供养分，改善土壤结构，提高土壤的酸度。第三种添加的是草木灰。草木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营养物质，主要有钾、钙、镁、磷等，而钾的含量是最高的，通常都把草木灰当作钾肥使用。施用钾肥可以促进植物的整体生长和发育。第四种添加的是腐熟的鸡粪。腐熟的鸡粪中富含氮、磷、钾等多种营养元素，可以为植物提供多种养分，改善土壤的结构和提高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。为了防止添加的这些营养物质堆积在一起，要用少量多次逐步添加，逐步搅拌均匀，然后再重复添加鸡蛋壳和咖啡渣、草木灰、鸡肥，这样搅拌均匀后再添加，以此类推，重复几次。现在还缺少另一个重要的营养物质——磷肥，那正是我要添加的第5种成分——有机颗粒磷肥。磷肥对植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：它能帮助植物有效地利用太阳能量而进行光合作用，促进根系的发育，提高植物花芽分化和果实的发育。第6种添加的是堆肥 compost， 它对植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最主要的是改善土壤结构，增加土壤的有机物质含量，改善土壤的保水性、透气性，
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和发育。现在我来搅拌土壤。搅拌的方法就像拌水泥一样，需要将泥土从下到上搬动混合，一边搅拌土壤，一边适量的淋水。淋一些水可以促进有机废料的分解和腐烂。第7种，添加的是新的园艺土。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从土壤中吸收养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土壤中的养分会逐渐被植物吸收完毕。通过添加新的盆栽土，可以为植物提供新的养分来源。第8种，添加的是厨余。厨余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，它能为土壤提供重要的有机物质的来源，促进土壤保水和保肥的能力。将以上8种物质充分搅拌，混合均匀后，就可以装进袋子了。等到下一个播种的季节，就能使用了。新配置好的盆栽土需要放置几个月后才能使用，目的是让这些营养物质经历降解过程。因为新添加的有机物质需要用时间来进行分解和稳定，使这些有机物质逐渐降解为更稳定的形式，从而减少植物和土壤的不适应。这一堆是我去年配置好的盆栽土，今年就可以使用了。那可真是肥力十足的土壤，为盆栽的植物提供了非常好的生长环境。谢谢您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